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我们身边可能有一种看起来超不起眼的植物，但它的名字却充满了不得了的哲学意涵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个很特别的主角，它叫远志。我们就来看看这株小小的草是怎么从2000年前的古书一路跑到今天最先进的脑科学实验室，变成守护我们脑袋瓜的关键角色。没错，你没听错哦。远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远大的志向。光是听到这个名字，是不是就觉得哇，它背后一定有什么厉害的故事？真的有点难想象，对不对？一株小小的野生植物，居然被赋予了这么宏大的一个期许。好，第一站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株，可以说是荒野里的智慧之草。你可能会好奇它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其实它一点都不张扬，就是那种有着细细长长的叶片，然后开着小小紫色花朵的植物。但它最酷的地方是它的生长环境，这就跟它的名字有了巧妙的呼应。远志啊，它非常能忍受干旱，又超爱阳光，所以从中国北边的山坡一路到西伯利亚那种很干燥的地方，你都看得到它。或许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在逆境中成长的韧性，才孕育出它那种能强大心智的内在力量吧。接下来，我们把时间快转，不对，是倒转一下，回到2000多年前，来看看古人是怎么看待这位被他们视为上品的药草。远志的厉害之处早就被清清楚楚地写在经典里面了。你想想看哦，在中国第一部药草学圣经，也就是《神农本草经》里面，远志直接被列为最高等级的上品药材。书里对它的评价只有短短4个字：抑制强制，超酷的吧？然后到了明代，大名鼎鼎的李时珍更直接讲白了，这株草就是因为能增进智慧、强化意志，所以才叫做远志嘛。就是因为有这种跨越千年的强力背书，才让今天的科学家们对它这么有兴趣，拼了命的研究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古人是怎么理解它的作用原理的？关键就在这个听起来有点玄，但非常核心的概念，叫做交通心肾。在中医的理论里，心跟肾这2个器官共同掌管我们的记忆力呀、情绪啊，所以一旦他们2个失联，那失眠、健忘、焦虑这些问题就通通跑出来了。那远志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它就像一座桥，一座很神奇的桥，能重新把心跟肾连起来，让我们的身心回到一个平衡和谐的状态，自然就能安神益智了。好，讲完了古老的哲学，我们现在要搭上时光机，直接跳到现代的分子神经科学实验室，来看看科学家们怎么解码这个古老的大脑密码。结果他们发现，哇，古人对远志的推崇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，背后是有非常精密的科学根据的。你来看看科学家们发现了什么？原来啊，远志对我们大脑的保护根本就像一套超精密的3步骤防御系统。第一步，它像个大脑的清道夫，专门去清除那些会导致失智症的脑内垃圾，像是什么贝塔淀粉样蛋白。第二步，它不只防守，还会主动出击，去刺激我们的神经营养因子，促进大脑细胞再生。但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第3点，它竟然可以透过调节我们的肠道菌，也就是所谓的肠脑轴，从肠道这个源头就先一步阻断那些可能会伤害大脑的发炎反应。你看是不是很厉害？哇，了解了这些超强的机制之后，你心里一定在想，那这么厉害的东西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，到底要去哪里找啊？嘿嘿，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近哦。其实呢，远志的应用超级广，像是在日本，它就被做成一款叫做 ONGI 的非处方药，专门用来帮助中老年人改善记忆力。那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中药领域里，不管是调理情绪的经典名方开心散，还是帮助睡眠的天王补心丸、加味龟皮汤这些，你仔细去看成分，都能找到远志这位核心大奖的身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远志的功效这么神奇，但它也是一位很有脾气的药草哦。所以为了要安全地发挥它的力量，接下来要讲的这些注意事项，你一定要仔细听，把它记下来。最关键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一定要用经过泡制的远志，
你可以看到，如果用的是没有处理过的生远志，它里面有一种皂苷，会对我们的喉咙跟肠胃造成很强的刺激，可能会让你觉得恶心、想吐，甚至拉肚子。但是如果经过甘草或是蜂蜜处理过，变成致远志，那它的刺激性就会大大降低，而且安神的效果还会更好。所以这个步骤真的超级无敌重要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几种人也要特别小心。比方说，如果你本来就有胃炎或是胃溃疡，或者你的体质是中医说的那种比较上火的，就是常常会口干舌燥，晚上睡觉流汗，那就要谨慎使用。当然啦，怀孕或是正在哺乳的妈妈们一定要先问过医师。最后有一个大禁忌，请你牢牢记住，远志绝对不能跟另外一味叫做李鲁的药材一起用。好了，我们都知道远志自己就已经很厉害了，但你知道吗？如果说它像是我们大脑的超级守护者，那当它遇上它的终极搭档时，会产生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化学反应呢？这个答案就是石菖蒲。你可以这样想哦，远志的工作是交通兴盛，比较像是从内部深度滋养，而石菖蒲的专长是开窍醒脑，是从外部把你的精神唤醒。一个向内安顿，一个向外提振，这两个配在一起后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中医的说法吧？错了，这对黄金组合的强大威力，在现代的临床研究里面也得到了非常惊人的验证。有研究就发现，当把这两味药草跟常规的西药一起用在失智症的治疗上时，产生的效果竟然远远超过单独只用西药。真的，数据会说话。有一份统合分析研究，直接就指出，这种中西结合的疗法，在改善病人的认知分数，还有日常生活能力上面，达到的水平是显著优于单用西药的。而且最棒的是，还没有增加额外的副作用风险。这不就完美的证明了传统草药组合的潜力有多大吗？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，从《神农本草经》流传下来的千年智慧，一直到现代分子神经科学的精准验证，远志这株长在荒野中的小草，还真的是名副其实，有着远大的志向。这也让我们忍不住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或许这种古老智慧跟现代科学的融合，才是我们未来保护大脑健康的终极解答。你觉得呢？